贝卡，贝卡丘，贝卡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老朋友卡皮君。因一位粉丝要求，咱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历代女主的最强神奇宝贝吧。这里就不提 DDI 了，毕竟她在动画中就只有一只六尾。第一位就是小霞了。如果要说小霞手里最受欢迎的神奇宝贝，那绝对就是大名鼎鼎的鸭神了。但是由于小霞手里已经有了一只会喷火，而且还可以超进化的暴力龙，所以可达鸭就不能说是小霞手里最强的了。不过可达鸭带给我们的欢乐，绝对不是暴力龙能比的。想当初他的成名绝招摇尾巴，绝对让不少人都笑过吧。现在我也终于知道为什么摇尾巴能降低对手的防御力了。你笑到崩溃的时候，还有心情对战吗？显然是不可能的。另外，卡皮君原本以为小霞的暴力龙会喷火非常稀有，直到我看到神奇宝贝 BW 特别篇的时候，又知道一条可以喷火的暴力龙，这样感觉小霞的暴力龙也就不那么特别了。第二位小瑶，小瑶手里最强的神奇宝贝应该也是没有任何争议的，那就是在快要大结局的时候才进化的火焰鸡了。火焰鸡的身形非常的挺拔，跳跃力极高。在与小智的最终对决里，火焰鸡与蜥蜴王打成了平手。虽然火焰鸡很厉害，但是它的初始形态火炙鸡那真的是垃圾到不行。小瑶的火炙鸡曾经被武藏的饭食者抢走了食物，想要反抗，但最后却怂了。小瑶让他对战的时候，他竟然一口气直接撞到石头上，小瑶也感到很崩溃啊。所以这可以说是小瑶火焰鸡的黑历史啊。第三位小光，这个就比较有争议了，有人说是象牙猪，也有人认为是波克基斯。卡皮君个人认为还是波克基斯，毕竟论稀有程度还有能力，还是波克基斯要厉害一些的。但是在动画中，象牙猪的出场次数就要多得多了。小光在青少年杯比赛的时候就用了象牙猪来对付爱丽丝的快龙，即使当时快龙不听话，但依然还是凭借强大的实力打败了象牙猪。所以如果说象牙猪是小光的王牌的话，那么小光跟爱丽丝的实力就有很大的差距了。第四位爱丽丝，爱丽丝是以龙系神奇宝贝大师为目标的，但是在没收服快龙前，她最强的神奇宝贝却不是龙系的，而是一只不听话的龙头地鼠。收服快龙之后，快龙就立马成为了爱丽丝手里最强的神奇宝贝了。在青少年杯比赛中，快龙多次不听爱丽丝的指挥，但却依然打败了对手，这也因此引起了对手的不满。记住，我只是输给了你的快龙，并不是输给了你。第五位莎莉拉，莎莉拉的重心并不在神奇宝贝对战上，而是在于表演，因此她的神奇宝贝的战斗力并没有什么太突出的。如果要说最强的话，那应该还是她的初始神奇宝贝雅俺狐了。这里要说一下，莎莉拉的雅俺狐也是位妹子哦，她十分注重自己的外表，有着比较严重的洁癖，如果身上有脏的地方便会立马抓狂。但是在看到莎莉拉有危险的时候，即使全身沾满泥土也会奋不顾身的去救她。后来为了莎莉拉更是进化成了长尾火狐，这对于莎莉拉的表演来说又有了更大的助力。那么最后你们更喜欢哪位女主的神奇宝贝呢？留下你们的评论吧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分享就到这了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和收藏哦，咱们下期见。